先放鬆啊，沒事啊。張卓妍來自北京服裝學院，是表演系的一名20歲大學生。由於訓練不得要領和之前職業習慣的影響，他的頸椎和腰椎突發了狀況。這一幕對於趙冰清來說，看在眼裡，卻是痛在心裡。當時因為訓練傷的緣故嘛，然後去看醫生，醫生當時就囑咐我讓我多休息，但是我當時其實心也是挺複雜的，然後怕掉隊，也怕影響姐妹們，然後怕影響訓練。除了張卓妍，民兵方队中還有15名姑娘來自北京服裝学院。平日里，這群90後女孩喜歡玩手機、吃零食。初到軍營，她們同樣不適應，遵守紀律、服從命令，這是一支軍隊的基本要求。對於她們來說，則是身體和心理的雙重挑戰。作為領隊，趙冰清一直給他們灌輸着這種意識。過去的大學宿舍呢，像倉庫一樣，都落不下腳，而且孩子們也沒什麼時間觀念。但是來到了軍營，他們必須適應，必須克服這一切。人生當中只有一條路不能選擇，那就是放棄的路。人生當中還有另外一條路不能拒絕，那就是堅持的路。經過幾個月的訓練，在趙冰清的嚴格要求下，13名大學生逐漸適應了軍營的生活節奏。他們為此承受的壓力、付出的汗水、忍受的痛苦，是常人無法想象的。大家呢，每天要訓練8小時以上，要走20多公里，每個人呢都穿壞了幾雙作戰靴，而且呢，大家在訓練過程中輕傷不下火線。如果說作為政委對女民兵的訓練給予了高度評價，些許有些王婆賣瓜、自賣自誇的感覺，那麼外國記者的客觀評價或許更有說服力。It's very impressive. They are very well coordinated, and you can see that on the rehearsals. And yeah, it's going to be a big parade, that's for sure. Exactly, how these soldiers, what they used to do in order to perform well during the parade. That's very impressive. 右手啊，起步走！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，很多人把拿破崙的這句話當成了至理名言，但是他們卻忽略了後半句。拿破崙又說，當不好士兵的士兵絕對當不好將軍。从今天早上練開始，就胯就拉特別疼。剛剛走第一步，踢第一步的時候，感覺靈魂都要出竅了，太疼了，受不了。成為女兵領隊之後，趙冰清不但一如既往的以一名士兵的身份要求自己，而且還增加了訓練強度和時間，即使受傷也從未間斷過。為人師表，率馬以繼，以身作則。老師代表的是榜樣和表率，他始終言行如一。我的第一個身份呢是領隊，但我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身份，就是我學生的老師。他們像我的孩子一樣，我就像他們的家長一樣。我們都說家長是孩子的榜樣，我很害怕他們心中的這個榜樣有那麼一絲的脆弱，所以我一定要堅強，在他們面前我一定要堅強。只有我堅強了，他們才能學會去堅強。民兵方隊，赵冰清的行為深深地鼓勵着他的16名學生，陳子玉就是其中之一。因為腳傷的復發，他從排頭兵被調整到了第2名。是馬上要方队合練了，馬上就是方队合成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階段，所以當時動作還沒有練到很標準，然後那種情況下，然後突然來一個腳傷，就讓我覺得傷的真的不是時候。良師益友在其側，耳濡目染學以能。陈子玉以趙冰清老師為榜樣，沒有放棄和退縮。自律、責任、擔當，恪盡職守。趙冰清每天在訓練中都會給姑娘們反覆強調，無論是在軍營還是在學校和社會，都應該時刻銘記。我在這裡經常聽到的是口令、命令。意識到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，就是自律的人才能自由。這是軍營帶給我的東西，也是這個方隊帶給我的東西。我日後也會成為一個非常自律的人。這個自律不單單是內務嚴整，
包括我们的思想、精神文化，都要做到严格的自律。不管是祖国的擔當，還是你對父母的愛，對周圍一切人事物，都要做到恪盡職守，完成自己每一份應該盡到的責任。現在練習就要講究質量和標準。需要拉開一點啊，灌來，提腿，壓腳尖，繃腳面，蹬翹腿，眼睛往前看，頭抬起來。馬樹華，民兵方隊主教練，參加過6次大閱兵，身經百戰，被稱為總教頭。從進入閱兵訓練場開始，62歲的他每天比隊員起得早，睡得晚。隊員們在高溫下訓練，他就頂着烈日，同樣站着，嚴實出高徒。馬樹華深深感染了趙冰清和女民兵們。作為一個教練，就要在訓練場上給隊員起表率作用。只有你教練起到表率作用，這個隊員才能跟你學，才能和你講的按着去做。我們的爺爺，他真的是用自己的精氣神在給你喊口令，你感覺他那個口令不單單是1、2讓你去做動作，他是在提振你的精神，他的每一個1、2都能夠直擊到隊員的這個心裡面，所以能夠讓我們就好像有一個東西在提着你一樣，就提着你的整個人，你就不會倒。傳道授業解惑，對待學生，趙冰清做到了為人師表，城門立雪，門牆討禮。面對恩師，趙冰清做到了尊師重道。謝謝你們，我們還有準備啥時候疊的？的深夜，群星在閃耀，老師的房間徹夜明了。每當我輕輕走過你窗前，明亮的燈光照耀我心腸。閱兵考核，女兵方隊受到了上級的表彰。對於趙冰清和他的學生來說，這個教師節更有紀念意義。哎呦！一陣陣暖流進入記憶。1、2、3，老師節日快樂！我其實不算，我一直沒有把我自己當你們的老師，我是你們的戰友，所以我也希望出去了之後，大家能夠像真正的軍人的那種戰友情一樣，相互信任、相互扶持。我們會帶着這份愛和感動走到最後。同志們辛苦了！大家背後啊都有一道特別白的一個鞋道，那個是槍背帶，明顯的感覺到那個皮膚是特別的白，只有它的帶和我們一些內衣的痕跡很明顯的刻在每一個姑娘的背後，我們看着真的是看着彼此背後都是背過槍的女人吶。咱們今天來補鏡頭、補照片、補鏡頭。國慶越來越近，閱兵儀式彩排也越來越頻繁，群星璀璨，皓月當空。
莊嚴肅穆的女民兵方隊邁着整齊劃一的步伐，在天安門廣場上猶如璀璨的明珠。行100里者半90，成功在於堅持。姑娘們一直堅忍不拔，始終沒有鬆懈。一支紀律嚴明、作風優良的女兵方隊呼之欲出。女民兵服裝的袖口由寶劍和金鳳凰刺繡組合，起舞的鳳凰代表女性如金鳳凰一般在空中展翅，寶劍則象徵着這些金鳳凰隨時準備捍衛祖國的神聖主權。這套軍裝所以被稱之為鳳凰雲中翔，它由趙冰清的母校北京服裝學院設計，最終被確定為2019大閱兵女民兵方隊正式軍裝。紅色的戎裝，潔白的軍帽和軍靴。2019年10月1日清晨，女民兵方隊身着鳳凰雲中翔軍裝正式亮相天安門廣場。邁出正步128步，队列行进96米，两個排面間保持1.2米間距，左右隊員間隔60厘米，頭向右轉45度，用時1分06秒。趙冰清帶領着女民兵們用飽滿的精神、昂揚的鬥志，走過天安門廣場，接受了祖國和人民的檢閱。受閱任務結束後，50方隊的官兵不但對我們民兵方隊給予了高度的認可，同時說已經忘了我們是由地方抽組的特殊的方隊，已經跟現役軍人一樣具備現役軍人的素質的方隊。平時為民，戰時為兵，民兵也是兵，是堅定的國防後備力量。訓練有素，有召必回，保家衛國，誰說女子不如男？國雖大，好戰必亡；天下雖平，望戰必危。趙冰清和姐妹們展現了中國女民兵的風采。